18岁那年，沈奕晨冲进我家，捅了我爸18刀，被警察带走时，他笑对镜头。为什么要后悔？这世界上再也不会有禽兽顶着亲人的名义欺负他。从此，他是最自由的宋之夏。等他出狱，看着兜里没钱简历又被退回的我，他按灭香烟，一头扎进经卷，把自己卷成了沈总。婚后，他的所有密码都是我的生日。我看着相册里陌生女人的照片，1800多张，没有一张是我的。他似乎才想起这件事，面无表情删除那1800张照片。他把手机随手丢回，都过去了，你就当没看到。我把离婚协议推过去，我说了，签字。他扔下笔，我说了，我们之间没有离婚，只有丧偶。沈奕晨没有签字，我们之间只有丧偶，没有离婚。这是我们结婚时就说过的话。离婚协议他看也没看，摔门出去了。他刚走没多久，手机弹出一个陌生号码，你就是宋之夏吧？你也应该看到了，我还上学的时候他就收藏我的照片了。阿晨爱的是我，不是你，现在你不让位，阿晨以后会让你好看。女孩的声音带着没有被世俗浸染过的天真和勇气，又或者说沈奕晨把她保护得很好。我还没有回答，他就发过来10几张照片。女孩的腰臀比很好，锁骨链缠绕在腰间，刚刚好。那轻轻放在她腰间的大手，有时会忘记摘下我们的婚戒，直到那肚子凸起，锁骨链才被摘了下去。宋之夏，阿晨和你3年婚期都没让你生下孩子，却允许我怀上他的种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死缠烂打的还有意思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自己不退位，我就住到你们家，你看到时候阿晨是站在你这边还是我这边？沈奕晨回来的时候，看到这些聊天记录和满屋被我砸碎的琉璃玉器，只是淡淡挑了一下眉。你就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我喘息的声音和着雪茄的味道落地。他轻笑一声，叹口气，吐出一口烟圈。小姑娘不懂事，你和她计较什么？轻飘飘的语气，好像那些年他在金圈扩张的腥风血雨，不是落在了我和她身上，而是落在了那个小姑娘和她身上。小姑娘确实不懂事。一份流产单子被我扔到桌上，她立刻坐直了身子。我轻飘飘落下一句，所以我顺手教她做了个人。宋之夏，两只肩膀被大手的力道掐得几乎要碎裂，我后背紧紧贴在了墙上，勾唇欣赏着她发红的双眼。这辈子她一共红过2次眼，一次是高3那年，看到我衣不蔽体，被我爸抓着头发拖到马路边，要把我朝黄河水里按，她捅了爸爸18刀。一次是现在，这个女孩流了产，她攥着我的肩膀质问我的不堪。真难得能看到沈总着急的模样，我笑得没有丝毫悔意。你也是女人，你怎么能对她做出这种事情？你也说过我们之间没有离婚，只有丧偶。我靠近他，沈总如果不能弄死我，我就只好弄死你们2个。鲜血滴落在地，他这才看到我在摔东西的时候被划破的手。他渐渐松开了我2只肩膀。打得好，我本来也没想要那个孩子。手被他托起来，轻轻擦拭血迹。碘伏按在上面的时候，他像往常一样轻轻吹气。他早已习惯给我处理伤口的时候这么做，因为当年被我爸打得全身是伤的时候，他只能找来酒精帮我消毒。哪怕现在已经不会用酒精，他也时刻小心着，防止将我弄疼。带血的巴掌印在他脸上，别弄了，脏。他的脸微微偏向一侧，没有计较我是在说血脏还是他脏，只是叫来管家王叔，把医药箱递给了他。那个女孩叫阮南芝。当我要继续查下去的时候，却什么都找不到了。我知道沈奕晨在保他，如果不是我查得快，或许名字我也不知道。我找到沈奕晨，你就这么喜欢他，连信息都对我封锁？他叹了口气，夏夏，揪着他不放有什么意思？离婚协议再次甩到他面前，签了，我自然不会揪着他不放。离婚协议在他手中没有坚持2秒，就被撕成了碎片。他随手一扬，满地纸屑。我笑了，下一秒酒瓶狠狠打在他头上，红色液体顺着他的脸庞滑落，
分不清是酒水还是血水。我抓起桌上匕首刺了过去，他死死攥住我的手腕，与我下压的力度抗衡。沈一晨，我和他之间距离不到1厘米，你真以为我不敢吗？我们的手都在颤抖，我毫不退让。离婚，还是我们死一个？僵持没有再持续几秒钟，随着一声轻笑，他力道倒向自己，我的手被他攥着，深深将匕首刺进他的肩膀，鲜血溅在我脸上。我说过，不会让你死在我前面。沈一晨，在我咬牙切齿中，他松开了手，动手吧，夏夏。匕首被我用力拔出来，他一声闷哼，我满脸血渍，血腥味带着我的思绪回到了高3的雨夜。我晃了晃，跌下去，被他眼疾手快捞起来。别怕，没事，我在呢。脸颊被轻轻抚摸，我看着从他额头流下来的血珠，一滴一滴砸在我脸上，眼中没有对自己伤口的担忧，只有对我的关切。被爸爸打得皮开肉绽的无数个日夜里，他也是这样抱着我，用后背替我挡下爸爸的酒瓶、板凳，甚至菜刀，在爸爸的怒骂声中冲我咧嘴。别怕，没事，我在呢。我们曾在鲜血中拥抱，在暴雨中接吻，爱到极处，背叛便更加狰狞。我将人推开，别碰我。跌跌撞撞的，我离开了满是血腥味的屋子，各自安好了一段日子。女孩依然被他好好的护着，查不到一点信息。但是女孩终究是年轻，自己沉不住气，跑来找我了。你最近是不是在找他？我直接告诉你吧，他在陪我。他一身高定，洋洋得意。你以为打掉了我的孩子就万事大吉了？他俯身，笑容中都是得意。只要他的爱在我这里，你打掉我多少个孩子，他都只会加倍疼爱我。最近他更卖力了呢，我还要谢谢姐姐送来的助攻。高领开叉的上衣展示着他洁白无瑕的脖颈与半露的酥胸，不可计数的吻痕在一遍遍向我宣告，沈一晨是如何毫无保留、至深至切地疼爱过这个女孩。他捂住平坦的小腹，骄傲溢于言表。真可惜，我又怀孕了。我不动声色地喝了一口咖啡，他直接坐在我刚定做的沙发上，双手托腮。听说姐姐婚后3年都没有子嗣，好不容易怀上一个，他像是想到什么好笑的事。哈，还没保住，有时候真的不怪男人。咖啡与桌面碰撞出清脆的声响，伴随着他的一声惨叫，保镖们默然看着地上捂着肚子、下体流血的阮南枝。宋之夏，你不得好死！在他撕心裂肺的哭喊中，保镖们将他拖向门外。宋之夏，你这么做就不怕阿晨报复你吗？手指在大理石桌面上轻轻敲击，我开口，你要知道，陆太太这个位置不是只要拥有了一个男人的爱就能坐上来。当晚沈一晨就回家了，带着几十个人满满当当占据了一个楼层。除了面对难搞的对手，他不会这么大张旗鼓。这是他第一次对我剑拔弩张。我们坐在谈判桌的两端，身后各自站着几十个人。2次了，他骨节分明的手指轻轻敲击在大理石桌面上。夏夏，你该给他道歉。自己送上门来的蠢货，赶上门就该敢对自己的莽撞负责。沈一晨的半张脸隐没在黑暗里，看不清表情。沈总难道是觉得自己的太太那么逆来顺受，小三上门了也会无动于衷？打火机的火光在黑暗中一闪，点燃了我唇间的女士香烟。沈总，你要知道，在京卷摸爬滚打的这些年，我是陪着你一起流血的。放那种金丝雀和我对峙，是你疯了还是他疯了？离婚协议再次被放在他眼前，我吐出一口烟圈。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月色照在大理石桌面上，映不出我们两个的表情。我们在黑暗中彼此看着对方。从小到大，你帮我杀了禽兽父亲，为我勇闯天甲，我为你失去一个孩子，为你流干了血。沈总，我们一拍两散，两不相欠，这对我们是最好的结果，最好的结果。沈一晨的轻笑在黑暗中回响。离婚协议被他拿起，接着点燃雪茄的打火机，离婚协议化为灰烬。以后他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。灰烬随风飘散，他起身带着几十个人浩浩荡荡离开了庄园。小腹抽痛，我捂着肚子俯身，手下立刻上前搀扶。桑女士，没事。我声音虚弱，老毛病了。自从失去那个孩子以后，雨天腹痛的毛病就从来没有好过，哪怕最顶尖的妇科医生都没有办法。或许是心也痛，这次格外难挨。我主动去了医院就诊，却撞见正在病房哭闹的阮南枝。你为什么不杀了他？这种贱人对于你来说，不是和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吗？我要他死，你不动手，我亲自去杀。说完，阮南枝真的抄起匕首要出门，被沈一晨一把攥住手腕，用力向后一拽，刀尖割破他的手心。
阮南芝哭倒在他怀里，带血的手捧住他的脸。阮南芝眼中含泪，被迫仰头，两人紧紧吻在了一起。匕首掉落在地，空气中只有两人暧昧的缠绵。曾经我和沈逸晨在鲜血中拥抱，现在阮南芝与他在鲜血中接吻。门被打开，阮南芝看到了我。送之下，匕首被他瞬间捡起，当啷一声迅速掉落在地。他的头发被我抓着，被迫跪在地上。沈逸晨攥住了我的手腕。好了，别和他计较。沈总，婚是你不愿意离的。我讽刺盯着他。既然你一定要认我这个老婆，那我就必须对得起我的身份。怎么，你觉得你的太太是什么谁都可以欺负的怨妇吗？啪！一巴掌狠狠打在阮南芝脸上。夏夏一声怒喝，我被硬生生和阮南芝分开。耳边是阮南芝的抽泣。我用力挣脱沈逸晨的手。我给过你机会了，既然你不肯离婚，那就别怪我。腰部一痛，我几乎是瞬间转身，一脚踹在了阮南芝下巴上。他撞在墙上，偷袭我的那把匕首也飞了出去。啊！阮南芝捂着肚子，刚痊愈不久的下体再次冒出鲜血。偷袭，找死！巴掌高高扬起，啪的一声，却落在了我的脸上。沈逸晨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冷漠的目光中是从未见过的愤怒。我摸了摸脸颊，摸到了嘴角的血丝。别怕，没事，我在。他将阮南芝抱在怀里，任由他的眼泪浸湿自己的名贵衬衫。沈逸晨眼中的心疼、着急，我只在我为他失去孩子那天看到过。那天残阳如血，他攥着我的手放在自己心口，眼泪都要掉下来，却还是强撑着笑容，一遍遍摸着我的脸，重复着曾经对我说过无数次的话。别怕，没事，我在。可是现在，他看向我，眼中只有冷漠。既然你要离婚，就离。我突然笑了，我以死相逼都没有谈成的离婚。原来阮南芝受点伤就可以了。小腹突然抽痛起来，比失去孩子那天还要痛。我弯腰，肩膀却被撞了一下。沈逸晨抱着阮南芝走了，我跪坐在地。保镖冲了进来，昏迷之前，沈逸晨那边的人送来一份离婚协议。原来男人真的绝情起来，动作是很快的。我扔给保镖，烧了。我这个人脾气犟，小时候爸爸说我不满足，他就打死我，我梗着脖子，一心求死。长大了说要和沈逸晨同生共死，我怀胎8月都敢拿着砍刀冲进绑架他的对家窝点。现在我说过，之前的离婚谈判是他最后的机会，他拒绝了。那么现在我的婚姻只有丧偶，没有离婚。我醒来后，阮南芝已经平安出院了。他又送来一份档案，保镖将他的亲笔书信交给我，他的笔记娟秀中带了难以抑制的张扬。真以为阿晨对你还有情？好奇阿晨为什么爱我不爱你吗？你或许还不知道我是谁吧？有惊喜哦。我打开档案袋，呼吸一致。我没有签离婚协议，但是沈逸晨和阮南芝的婚礼却提上了日程。太平洋的某个小岛，沈逸晨豪掷千金为阮南芝买下，作为他最不值钱的聘礼。婚礼现场和我与他的根本没法比，易拉罐、拉环、戒指成了阮南芝的海瑞温斯顿，发灰的蚊帐做的婚纱成了阮南芝身上缀满碎钻的高定礼裙。所有人都觉得我和沈逸晨有过一场不为人知但盛大的婚礼。可那次出租屋私定终身后的7年，我们奔跑在腥风血雨中，再也没找到向世界宣告幸福的机会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沈逸晨亲自接过话筒，没有把这幸福的一刻交给任何其他人来诉说。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心上唯一的明珠，我的。砰！大门被强行破开，宾客的尖叫此起彼伏，我的人迅速占领了婚礼现场。掉落的吊灯险些砸在阮南芝身上，她惊呼一声，被沈逸晨护住，看向我的目光满是震惊。你居然跟过来了？找到你们的位置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吗？一份录音被我扔到沈逸晨脚边，我笑得讽刺，原来沈总心思这么深。下一秒，婚礼进行曲被替换，音响中全是阮南芝的喘息。哥哥，我没有回国的这几年，你居然真的忍得住没和那个黄脸婆生孩子？沈逸晨的喘息急促，没有和别的女人睡觉的习惯。哼，乱讲，还把我当3岁小孩。似乎是阮南芝轻轻打了他一巴掌。说实话，随着一声满足的喟叹，沈逸晨在他脸颊上吻了吻。他脏。沈逸晨眉头不自觉皱起。录音里的阮南芝还在挑逗，嫂子可是跟了你那么久，怎么？难道嫂子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别人？当然没有。沈逸晨的声音中时不时夹杂2声亲吻。她怀孕8个月的时候冲到敌人窝点，出来就流了产。我怎么知道她是不是被那群人碰过，
才导致我的儿子夭折。或许嫂子真的没有被碰过呢。沈一晨笑得讽刺，那些人的口供我都看过，他们承认了自己有侵犯他的意愿。那种情况下，女人不可能有抵抗的余地。阮南之惊呼：天哪，那就是说嫂子怀胎8月送自己出去给人玩，真不要脸。够了。沈一晨转向总控台，正要命令关掉，眉头却狠狠皱起。总控台早就换成了他不认识的人，他慌忙环顾四周，这才发现来的人里有很多生面孔。阮南之脸色也唰的一下变白了，之前以为是对方请过来的人，现在发现双方都不认识。我一步步走向舞台，就他那天我也是这样，拖着一把砍刀，带着仅有的10名敢死队员从门口杀到总部，跟着我的人一个个倒下，最后只剩我和他的对家。他踹了我的肚子一脚，我砍了他的脖子一刀。那天残阳如血，他跪倒在我的担架旁，第一次流泪。此后多年，他回忆过往，总是抱紧我，颤抖着说他对不起我。午夜梦回，便把自己关在书房，一根接一根的抽烟。我以为他一直在自责，甚至会抱着他安慰，告诉他我不怪他。可是他心里想的，或许从来不是他对不对得起我，而是我对不对得起他。当然，他或许确实是清白的。音响中，沈一晨的声音继续，但是我暗中看过他的体检报告，他已经不能生了，他没用了。砰！子弹贯穿音响，沈一晨喘息着，攥着枪的手微微颤抖。沈一晨，我一步步靠近他，是觉得这些话在冤枉你，还是连你自己也不敢面对你自己的龌龊？桑吴，他还没有完整叫出我的名字，脖子就被我一把掐住。哥哥！阮南之惊呼一声，想要阻拦，被我的手下拔枪抵住后脑勺。我步步紧逼，他步步后退。那10个兄弟都是从我们刚进圈子就跟着我混了，他们死在了救你的路上。你知道我看着他们爸妈红着眼问我他们的儿子去哪里了的时候，我心里是什么感觉吗？沈一晨喉结滚动了一下，神色复杂看着我，我笑中带泪。这些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，我生怕我为你流的血成为你的愧疚，你的枷锁。可是原来这么多年，你想的从来不是那天我失去了多少手下，而是我有没有对不起你。他的后背在我的力道下狠狠撞在墙上，凸起的挂钩刺破了他肩膀上的旧伤，鲜血染红了他的脖颈和我的双手。哥哥！阮南之哭喊着。沈一晨的目光落在他身上，眼神中没有畏惧，都是温柔。或许我的确误会了你，但是夏夏，我真的很喜欢小孩子。他的眼中多了些许泪光。我做梦都想要你和我有一个孩子，组成幸福的3口之家。我一定会是一个好爸爸，不会让他承受你所承受的一切。好像我们重新活了一次，让我们的遗憾在下一代消亡。我盯着他，将一份流产记录放到他眼前。可是你曾经亲手杀死了你的孩子。流产日期是他和我提离婚的那天，他的血指纹印在了单子上。这时，你以为那天我去医院是找你的小情人兴师问罪吗？我闭了闭眼。不，那天我就有了先兆流产的症状，我的身体早就调养好了，那是你和我来之不易的孩子。后来你把我一撞，孩子彻底保不住了。沈一晨眉头皱紧，但是没有遗憾，没有惊讶，只是让单子轻飘飘落下，然后轻飘飘说了句，那就离婚吧，好聚好散，这是我们最好的结果。砰！枪托打在他额头，他的黑枪被我夺过来，在我手中转了个花，抵在他的下巴上。我笑起来，脸上带血。这么多年了还不懂我？我说过最后的机会已经给过你，你我之间没有离婚，只有丧偶。现在说什么最好的结果？晚了。他攥着我的手，微微颤抖，肩膀处的伤让他有些体力不支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他松开了，一笑，和年少时那般温柔。好，你杀了我吧。枪几乎要在我手中被捏碎，我用尽手段逼着他和我打一场，在交锋中给我一个交代，让我明白他为什么选择背叛，给我这10年的人生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可是原来世界上的心死不是爱的人之间剑拔弩张撕心裂肺，而是一方撕心裂肺，另一方宁可去死也不想再多和对方有一点瓜葛。这只是为了另一个女人，一个后来者，一个没有为她流过血的人。子弹上膛，我冰冷的声音夹杂着阮南之的撕心裂肺。既然如此，我便成全你。不要，陆哥哥。砰！枪声在背后响起，枪指着阮南之的那个保镖突然倒地，捂着胳膊痛苦挣扎。阮南之眼睛一亮，是救兵。
沈奕晨明显是想要给阮南芝一个梦幻的婚礼。保镖们经过他给阮南芝布置的一个个粉色建筑，花了不少时间。现在感到双方剑拔弩张，有了人撑腰，阮南芝趾高气扬起来。你知道为什么哥哥对你流产的事情不惊讶吗？闭嘴！沈奕晨突然的怒吼，阮南芝捂住了嘴巴，脸上有些委屈。沈奕晨拦住想要对我动手的他的手下，捂住还在鼓鼓冒血的肩膀，对我一笑，如年少时春风拂面。到此为止，你走吧，我保证不会有一个人拦着你。回国以后，我们的事情也不会对你有一丝一毫的不利。我抓住重点，这是在武力威逼，让我放任你们办婚礼。抱歉沈总，我没有戴绿帽子的坏习惯。沈奕晨单膝跪地，血已经汇成血泊，手下干脆利索的帮他消毒包扎，生怕他再多流一滴血。算了，这件事本来就没想惹你生气，既然你知道了。他抬了抬手，保镖帮他脱下新郎的服装，扔到血中，那就不办了。随着取消婚礼的声音一起落下的是阮南芝的不满。宋之夏，你这贱人，你真以为他对你有感情？你仔细想想，当时绑架他的那个人叫什么？闭嘴！沈奕晨一声令下，手下立刻捂住了阮南芝的嘴，我的枪却抵在了那手下头上。阮南芝趁着他犹豫的功夫，一把推开他的手，我就是他的女儿。阮南芝是当年绑架沈奕晨的那个人的女儿，你以为阿晨真的被绑架了吗？可笑，他怎么可能让自己沦落到那种境地？这本来就是针对你的，那些人要侵犯你，也是他一早就知道的。贱人，真的以为他爱的是你吗？砰的一声，枪托打在他头上，他捂着额头尖叫出声。我只是静静地看着沈奕晨，你没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以为他会解释什么，但是没有，他只给了我一声叹息。当年的事，我有难处。我其实一直以为我和沈奕晨是最坚不可摧的一对，但是在他的坦然与阮南芝的尖叫之中，我了解到了真相。沈奕晨起初的确是为了我闯进圈的，我陪着他一路打拼，他起初只觉得幸福，可是他渐渐发现我足够果断，足够狠心，有时他甚至不得不借助我的资源，攻坚克难。爱情是男人十足珍贵的东西，事业是男人至高无上的东西。当爱人开始比自己还要能够吸引大佬的目光，爱人就变成了竞争对手。怎么才能让爱人不成为自己的绊脚石，毁掉他的清白，搞坏他的名声？从此只有自己是他唯一的依靠。他在做出决定，假装被绑架，给我设下陷阱的时候，就做好了和我没有孩子的准备。他爱我，他也嫌脏，哪怕是他自己弄脏的。他忌惮我，提防我，也爱过我。于是他不肯离婚，他心中有愧。那一次次的书房独处，不只是在想我有没有对得起他，而是如何让我不再脱离他的控制。而阮南芝这个自己曾经战略合作伙伴的女儿，她亦心中有愧，所以也在尽己所能去补偿。阮南芝和我不一样，她干净痴情，我笑中带泪。沈奕晨，被我救出来后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对不起你，是吗？枪口对准了他的脑袋，我眼中都是杀气。那你就去死吧！砰！枪口偏离，他抓住了我的手腕。阮南芝的尖叫响起，住手！宋之夏，你这个贱人！两方的保镖打在了一起，我和沈奕晨两不相让。他打掉我的枪，我掐他的脖子。曾经他为我受过的伤，被我用匕首重新割开。曾经我为他留下的疤，被他重点攻击，血珠飞溅到我们两个的脸上，直到他伤口崩裂，直到我筋疲力竭，双方终于停手，跌倒在地。阮南芝缩在角落，惊恐地看着这一切，瑟瑟发抖。剧烈的喘息声中，他率先起身，我用尽力气去抓匕首，却被他一脚踢开。我被抱了起来，靠墙坐下。原本是给他包扎的医药箱，现在成了给我包扎。酒精倒在伤口上，他轻轻吹着气，纱布紧紧缠绕在我的胳膊上。我别过了头。夏夏，他低垂眼眸，血珠悬挂在睫毛上，说不出的危险与诱惑。我们怎么就走到今天这一步了？酒精再次刺痛了我的肌肤。他急忙低头，再次帮我吹起了伤口。碘伏没找到，乖，忍忍，乖，忍忍。如果不是处在这么一个充满血腥味的婚礼现场，我或许会以为我还在18岁，我的那个少年正在安慰着被爸爸打伤后的我，一边帮我酒精消毒，一边柔声安慰，乖，忍忍，再等等我，夏夏，我会带你走出去，我会带你去一个没有任何人能欺负你的地方，哪怕要我死。睁开眼，少年已经长大，依然在为我疗伤，只是我的伤都是因他而起。沈奕晨，你知道你的生殖系统其实有问题吗？
帮我疗伤的手一顿。我苦笑，我们的2个孩子，大概是你这辈子唯二能有子嗣的机会。他皱眉，你在说什么？体检报告是假的。我看着他，我不想你失去做男人的自尊罢了。我没有问题。棉签在他手中折断，我起身看了一眼角落里的阮南枝。所以，那个和你有过2次妊娠的女孩，怀的真的是你的孩子吗？沈奕晨说不出话。我一步步走远，我累了，沈奕晨，就不和你纠缠下去了。我就这么走了，因为沈奕晨一定会忍不住调查，这样他就会发现他真正的体检报告，以及阮南枝在外面真正喜欢的那个男人。很快，一段录像就发到了我的手机上。阮南枝被拖着头发丢在河边，双手反绑，眼中再也没有了对沈奕晨的爱意。我怎么可能喜欢你？不是你的婚招，我爸怎么可能死在那个贱人手上？我还以为你有今天是因为你自己的实力，没想到你连自己老婆都忌惮啊！废物，蠢货！沈奕晨只是抬了抬手，保镖立刻将人扔了下去。滔滔江水带走了阮南枝，是和18岁那年一样大的暴雨。沈奕晨又一次拨通了那个他打过去无数遍的号码，一如既往的拉黑。他的手指在上面点了点，将手机丢在了原地。他回头看了一眼镜头，雨水划过他的脸颊，恍惚间像是年少时的男孩。他给了镜头一个苍白苦涩的笑。待所有人退去，他一步步走向江水，淹没在滚滚洪流，带走了他，也带走了我心上的那个少年。他的手机被警方找到后，他死前的短信也公之于众，是对我说的：夏夏，对不起。我举着伞站在江边，看着他的手下，给他放祭品，转身无声离开。我的婚姻结束了，丧偶，不是离婚。